高明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2012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离奇跟踪案。Dave Group， 一个男人，他已经被一个跟踪狂骚扰了好几年了。你们完全想不到，有一个像幽灵般的人一直在他身边，随时都能知道他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会通过手机短信、邮件和社交媒体不断的骚扰他和他身边的人。这些没完没了的骚扰信息来自于一个叫做 Carrie Weaver 的女人。她不断的给 Dave 发信息，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不管 Dave 换了多少次号码， Carrie 总能迅速找到他。同样受到骚扰的还有 Dave 的一位约会对象。他不但收到大量的骚扰和辱骂的信息，甚至还遭人纵火烧毁了房屋。同病相怜的两个人同时报了警，说自己受到了 Carrie 的骚扰，甚至是生命威胁。最初警方也是一筹莫展，跟踪狂依然逍遥法外，直到2位警察的出现，案件才有了巨大的反转。案情慢慢浮出了水面，这个幽灵般的跟踪狂到底是谁？他是如何如影随形般的骚扰着 Dave 的？请大家接着往下看。Dave 于1976年出生在苏弗斯尔，后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当了个汽修工。他曾经与一名叫做艾米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12年，生了2个孩子，但是他们没有结婚，直到2011年这段感情彻底结束了。2个孩子也跟了母亲艾米。从家庭孩子中得到解放的 Dave 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他开始在各种交友网站上寻找猎物。很快，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30岁的女人，这个女人叫做 Shanalise Goria， 朋友们一般都叫她丽兹。丽兹呢，自己是做家政业务的，与前夫离婚后带着2个孩子。Dave 和丽兹在网上聊了几次之后就奔现了，但 Dave 的天生渣男体质注定了他和丽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寻找新鲜和刺激，根本没有想过要给丽兹付出感情，更不要谈说要给予婚姻的承诺了。但是这个丽兹啊，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粘人又爱管闲事。仅仅几次换遇之后， Dave 就开始厌烦了丽兹对他的禁锢和束缚了。说到这儿，大家猜猜 Dave 接下去会怎么样呢？不错，狗始终改不了吃屎。这天啊， Dave 又去网站上寻找下一个猎物。突然，网页上的一张照片让他眼睛一亮。照片中正是几天前到他修理店修过汽车的女人。当时看到她的第一眼， Dave 就有了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可惜忘了问对方的那个联系方式。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啊，人已经离开了。这件事情让他懊恼了好几天，这不真是小刀划屁股开眼了，居然在这里让他又看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人。这里呢，我也要先介绍一下这位美女，她叫 Carrie， 全名 Carrie Weaver， 来自于爱荷华州的马其顿。她也是一个单亲妈妈，有一个名叫 Max 的儿子。Carrie 本人呢非常自律，是一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她在 Dave 所在的城市当了一名计算机程序员。Carrie 的父母虽然离异，但是对她的爱依然完整。她和母亲 Nancy 的关系则更加亲密，几乎呢每天都会通话。Carrie 是一个每天都把笑容挂在脸上的人，总是能感染身边的朋友。但是大家想不到的是， Carrie 曾经患过躁郁症，当时还被诊断出双向情感障碍。有很多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抗拒治疗，但是她没有逃避，而是积极的吃药治疗，所以她的精神状况十分良好。面对如此有魅力的 Carrie， 大家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Dave 接下去会怎么样呢？ Dave 当然联系上了 Carrie， 出乎意料的是 Carrie 也很快的给予了热烈的回应。 Dave 都觉得自己是不是中了头奖了呀。就这样， Dave 和 Carrie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但海王也会有翻船的时候。就当他们在 Dave 家约会的一个晚上，丽兹突然敲门来到 Dave 家，说要来拿之前落在他家里的一些东西。这个丽兹啊也真是没礼貌，没有打电话就直接贸然来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有多尴尬。情敌见面那是分外眼红啊。不过当时的丽兹和 Carrie 都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就是匆匆打了个照面，也就6-7秒钟。正当 Dave 不知道如何解释时， Carrie 表示他并不介意，也不想去刨根问底，他觉得不需要用什么关系来束缚一段感情。在这种开放的情感共识下，两个人更加的如胶似漆了。毕竟单身男女的灵魂都是寂寞的，需要相互陪伴和慰藉。就这样，直到2012年11月， Carrie 接手了一个大项目。
他每天加班加点，十分忙碌。而恰巧呢 ，Dave 的公寓就在他单位的旁边，为了方便工作 ，Carrie 就顺理成章地搬到了 Dave 的家同居了。2012年11月13日早上 ，Dave 早早的起床，他发现 Carrie 比他起得还早，蜷缩在沙发上敲击笔记本电脑，在进行他代码的最后润色环节。贴心的 Dave 还在出门前和 Carrie 来了个 kiss goodbye。本来以为又是平静美好的一天，但就在 Dave 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收到了 Carrie 的信息，大致是问 Dave 想不想两个人永远的住在一起之类的内容。Dave 感到很困惑啊，因为同居前两个人就已经就这段关系说得很明白，双方都不愿意被束缚。此刻 Carrie 突然提出这种令人头疼的问题， Dave 应付着回复了3个字：我不想。随后 Carrie 就怒斥他劈腿，说很恨他，要分手，要离开，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他之类的狠话，还有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在连续4个小时的短信轰炸后， Dave 在午饭时间回了 Carrie 2个字：再见。等到晚上 Dave 回到公寓，好像 Carrie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一切都消失了。早上的吻别像是给他们这段感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Carrie 则照常和自己的母亲联系，她发信息告诉母亲 Nancy， 她和男朋友分了手，心情很不好，要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心情，想去肯萨斯州工作。看到信息的 Nancy 立马打电话给女儿，想要安慰一下她。可是 Carrie 却不想说话，她想要安静一段时间，只是发信息叫母亲不要担心。Carrie 单位这边呢，在 Carrie 和 Dave 分手的那天早上，本来是有非常重要的会议需要 Carrie 出席的。可是老板等半天也不见 Carrie 的踪影，只收到了 Carrie 的短信，说他感情受到重创，无法工作，要辞职了，要去肯萨斯州。老板也表示非常无奈，已经成熟的项目就这样黄了。又过了几天， Carrie 联系母亲 Nancy， 说他把老家的家具都卖了，叫 Nancy 帮忙去开一下门，让工人把家具搬走就好。至于钱呢，他已经收到对方的现金支票了，还给母亲发了一张支票的照片。Nancy 每天都通过短信和女儿联系， Carrie 呢也只是偶尔的回复下。女儿的反常让 Nancy 担心是不是压力太大，精神方面是不是又出现了问题。可是接下来的事情 Nancy 觉得 Carrie 肯定出事了，因为Carrie 的哥哥要结婚了。原本 Carrie 是在短信里面答应儿子 Max 会在舅舅婚礼那天回来观礼的，结果婚礼当天 Carrie 仍然没有出现。大家知道这种特殊日子一般家庭都是非常重视的。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开始担心起了 Carrie 的安危？可事情的发展往往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Nancy 直接向爱荷华州警方报了案，说怀疑女儿 Carrie 失踪了。可是警察并没有对这个案件给予过多的关注，因为警方觉得 Carrie 本来就有精神病史，她可能就是没有好好吃药，自己想消失一段时间。而且他都有在回复 Nancy 和儿子 Max 的信息，偶尔呢还会更新一下 Facebook。 这样的情况纯粹就是想自己躲避起来，不想见人而已。于是警方就把 Carrie 的失踪案定在了最低级别。而在隔壁内布拉斯加州的 Dave 那里呢，在安静了几天后， Carrie 的短信骚扰变得疯狂起来。如果说原来对 Carrie 还有所思念的话，此时都变成了恐惧。Carrie 发来一条又一条的信息，搞得 Dave 都要崩溃了。接下来的几周时间， Dave 每天都会收到超过60条信息，还有数百封的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都来自不同的邮箱地址，而 Dave 认识的所有人都收到了 Carrie 的短信，说 Dave 是个骗子，而且在交友网站上也公开斥责 Dave 骗人感情。一时间 Dave 成了众矢之的，只要醒来都会看到各种他不认识的女性辱骂的信息，还有各种留言。在 Dave 遭受困扰的时候，让我们把视线再次转移到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那个之前和 Dave 交往过一阵子的丽兹。大家还记得吧？她也收到了 Carrie 的短信轰炸，每天50多条信息，说她是个肥胖的女人，要她彻底离开 Dave 的生活，否则就要对丽兹的2个孩子下手。得知丽兹也深受其害， Dave 内心很是过意不去这一来二去的，2个人被同一个人骚扰，马上就抱团组在了一起。他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才是对的人，他们也去报了案，骚扰案。可是不论 Dave 更换了什么号码， Carrie 总是能有办法找到他，像一个幽灵一样潜伏在他身边。
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甚至 Dave 和丽兹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影，都能同时收到 Carrie 的短信威胁。Carrie 还经常给 Dave 发一些照片，包括一些家里小孩子活动，他和丽兹拥抱等等。Carrie 还给 Dave 发信息说，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站在你的窗外看着你，这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丽兹这边呢 ，Carrie 也没有放过。有一次，丽兹的车库被喷上了恐怖的油漆，并且写上了辱骂她的话。丽兹和 Dave 又向警方提出了骚扰和跟踪的指控，但是警方并没有重视起来。这毕竟没有发生任何实际伤亡之类的事情，这种案子一个警察就得负责几十起，实在是人手有限，精力有限。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着，骚扰也还在继续，内容也升级了。Carrie 说，我非常恨你，我想把一把刀插进你的心脏。这天 Dave 收到了一张 Carrie 发来的图片，一个看起来像丽兹的女人被捆绑在汽车的后备箱里，还有一封邮件，邮件里威胁说，你要是不给我打电话，不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要杀了丽兹。紧张的 Dave 马上给丽兹打了电话，丽兹接到电话说，我没事啊。哦，原来是虚惊一场。这件事后 Dave 和丽兹变得更加亲近。讲到这儿，大家一定也觉得这个 Carrie 真是偷鸡不成18米，你这各种骚扰并没有达到效果呀，人家感情更加稳固了呢。直到2013年1月份的时候， Dave 突然看到 Carrie 的福特卡车就停在他公寓附近的停车场，他四处张望，以为 Carrie 来了，可是半天也没有看到他，就只有一辆空荡荡的车，吓得他又是一哆嗦。 Dave 赶紧报警，警方发现这辆车被清理得非常干净，但是也发现了一枚不属于 Carrie 的指纹，这枚指纹呢和警方的数据库里的都不匹配。警方也把 Dave 和丽兹的手机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保存。就在同一时间， Carrie 的儿子在社交软件上给 Carrie 发信息，问妈妈，你知道我的名字中间名是什么吗？你知道我们养的第一只宠物叫什么名字吗？知道我小时候的好朋友名字是什么吗？对于儿子，之前 Carrie 每次都会回答儿子的问题，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回答，而是在社交软件上发了一段小作文，意思是我每天一遍一遍地证明我自己是我自己，我已经厌倦了，我不想回复任何信息了，我就是不想回家，我想离开家，我是个成年人，我有这个权利。虽然儿子和母亲都怀疑这不是 Carrie 本人，因为他的书写非常随意。作为一个计算机专家，他以前写东西都是非常仔细的，书写的格式都是很严谨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一个随时活跃在网络平台的人并不能引起警方的重视。时间一下子来到2013年8月，丽兹的房子被烧了，丽兹报警说是 Carrie 放的火，幸亏当时她的孩子们都不在家，可是她家的宠物就没那么幸运了，2只狗和1只猫以及1条蛇都死在了火场里。有一天下班回家， Dave 发现他的窗户被人砸了，沙发的皮革也被扯破了，电视屏幕也被敲碎了，还用红色的唇膏在墙壁上写着辱骂丽兹的话。 Dave 也是越想越害怕呀，就搬了家，换了一份工作，更改了所有的联系方式，还特地去买了一把枪防身用。 Dave 的生活被 Carrie 弄得是一团糟糕，他感觉 Carrie 的行为升级了。大家看一下啊，在爱荷华州的警方是因为家里人报警 Carrie 失踪了在调查，而隔壁内布拉斯加州是因为 Carrie 在不断骚扰人在调查。这里说一下，2个州当时并没有联网，所以根本不知道对方的那些信息情况。时间来到2015年4月，这时2个新警探接手了 Carrie 的失踪案。2个警察呢，一个假设 Carrie 还活着去调查，一个呢假设 Carrie 已经死了。假设还活着的警察一查就觉得不对了，这活着的可能性太小了呀，这时间都几年过去了， Carrie 的银行卡都没有动过，你不管离家出走去哪里，你总得生活吧，去生活你总得消费吧，这个还活着的理论一下子就陷入了死胡同。但是 Carrie 一直在发信息，在发邮件啊，难道是有人在冒充他吗？那又是谁在冒充呢？一个个疑问不断盘旋在警察的脑子里。这2个警察很快就发现了隔壁州也有一个叫 Carrie 的人一直在骚扰别人。这个 Carrie 是不是我们失踪案例的 Carrie 呢？邮件往来确定身份太慢了，警察直接来到隔壁州进行深入调查。这一去马上发现了这就是同一个人的事啊。
警方在时隔多年后，终于把2件案子合并调查了。这案子等级一下子拉了上去 ，Carrie 的妈妈瞬间看到了希望，终于有人能好好找一下她的女儿了。Carrie 妈妈想起来，刚开始 Carrie 不出面的时候，让她帮忙开门，因为她把家里的家具卖了。当时妈妈就很疑惑，不敢相信女儿卖掉如此昂贵的家具。妈妈问她如何收款的时候 ，Carrie 说已经收到了对方的现金支票，还给她发了一张图片。支票上的收款人写的是 Chanelise Goria，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警察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不就是那个一直在报警说 Carrie 骚扰他的丽兹的全名吗？为什么会写着丽兹的名字呢？2015年12月4日，正当警方还在疑惑的时候，丽兹这次又去警方那里提了一个新的骚扰报警。这回他可不是说 Carrie 在骚扰他了，而是 David 的前女友，大家还记得吗？和 David 在一起12年的那个 Amy。这一次，丽兹居然说之前骚扰她的估计不是 Carrie 本人，而是 Amy 冒充的。丽兹对此很害怕，因为这个 Amy 有 Dave 公寓的钥匙。丽兹说她想想，这个 Carrie 和 Dave 在一起就这么点时间，不至于还一直持续骚扰跟踪3年啊。所以呢，她想来想去，肯定是那2个孩子的妈妈 Amy 干的。这边刚报警怀疑 Amy， 第2天晚上，丽兹就独自一个人在清理公园的时候被枪射击了。这个凶手并没有伤及她的要害，而是打穿了她的左大腿，所以很幸运，没有生命危险。一开始警方问她是否看清了开枪的人，丽兹说不知道，然后又突然想到了什么，哭了起来，说枪击她的人正是 Amy， 她开车逃走了，而打伤她的那把枪正是之前 Dave 买来防身的那把。这么看来，难道 Amy 就是那个变态跟踪偷窥狂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警方立刻去 Amy 家调查，发现 Amy 的车是冰冷的，说明车并没有发动过。而 Amy 的邻居也表示 Amy 明明一直在家，所以丽兹为什么要说谎呢？这里我知道很多人又有疑问了，这么多证据都暗示丽兹有问题，那之前她怎么能够和 Dave 在一起的时候给自己发信息呢？原来 Carrie 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他的手机里面有相关的软件，可以定时发送信息内容，都是全自动化的。那之前警方在办理 Carrie 骚扰案的时候，就已经从 Dave 和丽兹的手上下载了所有内容，当然丽兹不知道，这里面包括他手机里所有已经删除的内容。这次警方重新分析了里面的数据，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丽兹的手机上，他们发现了一张照片的原始图片，就是那辆 Carrie 的福特卡车，记得吧？之前提到2013年1月份的时候， Dave 突然看见 Carrie 的车出现在他家附近的停车场，吓得他报了警那次。可丽兹的手机里这张照片的时间居然是2012年12月，比卡车出现在家附近那次整整提前了1个月，细思极恐啊！警方立马仔细检查了丽兹手里的每一行数据，发现 Carrie 之前在网络上活跃的痕迹、上传文字的 IP 都指向了丽兹在用的代理服务器，也就是说，基本已经确定丽兹一直在假冒 Carrie， 不断的骚扰。据统计啊，这个丽兹每周至少要花40到50个小时在恐吓和跟踪 Dave。这个丽兹真是想起他我都觉得毛骨悚然啊。不过警方这个时候还不打算打草惊蛇，而是设计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局。警方叫丽兹来警局询问一下关于 Carrie 失踪的这个事情。丽兹说，问我这个可以呀，可是我其实不认识 Carrie 的，就在 Dave 那边见过一面，也就是点头之交而已。警方就顺着丽兹往下说，他们告诉丽兹其实已经找到了 Carrie 的遗骸，就问丽兹，你知不知道有谁会对 Carrie 下手啊？丽兹想了一下就说，我觉得是 Amy 和 Dave 在一起12年，这个女人就是个控制狂，占有欲非常强，疯狂的想和 Dave 和好，她绝对有问题，你们快去查一下她。警察就说，好的，这个很有道理，既然你觉得是 Amy， 那下次如果 Amy 再来骚扰你的时候，你能不能直接问问她关于 Carrie 的事情呢？比如你可以问问她 Carrie 是怎么死的，或者是 Amy 你是怎么杀掉 Carrie 的。丽兹表示可以呀，我下次就问。谈话到这儿就结束了，警方就把丽兹放回了家。果然不出几天，丽兹就回来了。丽兹带了一封所谓 Amy 写给她的邮件，邮件大致内容如下：我是 Amy， 这是我的一个坦白。
当天见面以后 Carrie 他骂我，我就伤了他3-4刀，大概是在胸部和肚子的位置。我抓住了 Carrie， 我开着他的车，之后他才死的。你知道吗？他求我给上班的 Dave 打电话，然后他还求我让他能和家人说一下话。我还记得 Carrie 的大腿上有一个标志，这个信息似乎说的太详细了。警方相信只有凶手才能知道当时的情况。警方重新对 Carrie 的车进行了勘查，发现副驾驶位置坐垫内有明显的红色印记，经过 DNA 对比，就是 Carrie 的血迹。当时凶手清理干净了车的表面，可是血还是渗透到了座位下面的海绵里。这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到这里，大家应该就能猜想到了，之前 Carrie 车上发现的无名人士的指纹是谁的了。没错，就是丽兹。警方还对丽兹家进行了搜查，在他家找到了一个摄像机，而这个摄像机就是属于 Carrie 的，里面还有一段 Carrie 自拍的视频。这段视频应该是 Carrie 去世前2天拍的。视频内容是说我的车被水用油漆喷了， Carrie 还开玩笑地说喷得很有艺术感。警方现在在丽兹家找到了受害人的物品，再加上那个 DNA， 包括车里的指纹，一系列的证据下，所以警方在2016年12月22日逮捕了丽兹。就在2017年，就是逮捕他的第2年，案子快要审判的时候， Dave 突然在他们家发现了一个电脑的储存卡，就把这个卡呢也交给了警方。而这张卡其实是丽兹手机里面曾经用过的记忆卡。虽然丽兹早就把这张卡片清空了，但是警方的技术人员还是把里面的所有数据都恢复了。手机中呢包含了数千张照片，大多数都是丽兹的自拍照。警方发现其中有一张是带有纹身的脚的照片，通过辨认纹身，基本确定这就是 Carrie 的脚。审判的时候，丽兹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他们辩护的主要方向就是说：1没找到凶手，2没发现尸体，3没有目击证人，你凭什么说我有罪？但是你就是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啊！这种种迹象都说了，丽兹你就是谋害了 Carrie 的真凶，并且呢，在之后还自编自导了长达好几年的跟踪狂闹剧。2017年8月15日，丽兹接受审判，控方在这个阶段就没有和之前一样撇得那么轻了，承认了关于骚扰的行为，意思丽兹做的所有事情，她的动机都是出于嫉妒，她只是想要把 Dave 占为己有，才不得已假扮 Carrie。因为没有找到尸体，丽兹一直不承认她杀害了 Carrie， 但经过陪审团审议，丽兹被判处1级谋杀罪和2级纵火罪，被判处终身监禁，因放火被追加18至20年徒刑，不得假释。这里我不禁要想到她的宠物，家里的狗、猫、蛇这一些一直陪伴着丽兹一家的小动物，怎么也没想到会被自己的主人给烧死。关于这个案子的细节我已经全部说完了，我呢也有一点个人想法。这个丽兹和 Dave 从一开始就不是正式男女朋友关系，但是又亲密接触，在这样的前提下，丽兹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丽兹就把所有 Dave 身边出现的女人变成了假想敌，赶走所有的敌人。他要让 Dave 感觉你身边全是坏女人，就我是好的，就我不离不弃在你身边。他以这种方式让这个男人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这也许就是他做所有一切的目的，就是完全占有和控制 Dave， 打着爱的名义控制你的人生，最后只能留下恐惧。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倩倩。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问题，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时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以便了解更多引人入胜的真实案件。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